我叫徐瑞宁，是一个非常牛逼的心理医生。有人说他能看见鬼，有人说他常年遭到追杀，而这些在我看来，不过都是由于某人某事或者巨大变故造成的心理创伤，因为得不到及时的倾诉和排解，最终演变成各种心理疾病。现在你听我数，1、2、3。这种通过催眠让病人进入梦境，然后促使病人倾诉痛苦，与自己达成和解的心理治愈方式，我们称之为催眠治疗。当然，有人会疑惑，为什么治疗心理疾病一定需要催眠，就不能像去普通医院就诊一样，面对面的沟通治疗吗？你有了心事会跟你的父母讲吗？跟我爸聊的比较多。那你会跟你的闺蜜讲？会。可是如果有一天你回到家里，打开房门，看到你的父亲跟你的闺蜜躺在一张床上，你跟谁讲？没错，有心理疾病的人难就难在不知道跟谁倾诉以及如何倾诉。有些事是自己无法原谅自己，而有些事则是不能说的秘密。我本以为我在心理疾病治疗领域是最顶尖的存在，直到这个女人的出现，我才知道我被自己给骗了。对不起，任小姐。嘘，听这个钟的声音，他的声音有问题啊，可能是机械故障，我明天让人来修。哦，我懂了，他走慢了。初次见面，我是任小妍。任小妍转身的瞬间，我似乎感受到了一丝诡异，但更离奇的事儿其实还在后面。资料显示，任小妍是一个孤儿，从小到大并没有什么异常，但几年前的一个晚上，她却发现自己能看见鬼魂，也就是拥有传说中的阴阳眼。因为找了国内外许多专家都没治好，所以恩师方教授这才把她介绍给我，希望我能找出问题的根源，并将这起病例作为大学的教学案例。我了解完全部资料，正准备对任小妍进行治疗，谁知她竟抢先问我：你睡觉的时候有听过天花板传来的弹珠声？任小妍说，几年前的一个深夜，她曾清晰地听见过滚弹珠的声音。为了能睡个安稳觉，她壮了胆子坐起，打算搞清楚声音的来源。不料下一秒，一颗核桃大的弹珠就从床底滚了出来。她打开手机灯光，想检查一下床底是否有什么异常。谁知灯光晃过的瞬间，她竟看到了一张非常熟悉的面庞。李婆婆，李婆婆是你吗？起初他以为是恶作剧，谁知下了楼以后才发现，李婆婆竟在几个小时前就突发疾病去世了。而李家的亲人正着急忙慌地寻找李婆婆生前保管的存折和房产证。心里一阵害怕的她本打算回去，谁知李婆婆斜眼盯着天花板的遗像，使她突然想到了什么。我觉得你们要找的东西可能在上面。李婆婆的家人打开通风管道后，不仅找到了存折和房产证，而且还发现了一颗弹珠。任小妍把故事讲得绘声绘色，甚至连弹珠的出现都进行了首尾呼应。但坚信科学的我却根本不在意，因为在我们心理医生看来，这种怪力乱神的来源大多只有一种可能：既视现象。你一定是认为我看到的结果再去编造记忆，对不对？你不是第一个这样想的医生。见我不信，于是他又讲起了第二个故事。不久之前，他因为公交车故障被迫步行回家，谁知刚一下车，他就发现路边蹲着一个红衣女孩，正在地上不停地画着什么。不管他怎么询问，小女孩就是不回答。片刻之后，公交车司机修好了车子，还热心地邀请他乘车回家。因为觉得司机行为古怪，所以任小妍最终拒绝了对方。但下一秒，他就发现刚刚明明蹲在地上的红衣女孩，现在竟出现在了车上，看着女孩使劲指着车辆牌照。一开始任小妍还有些懵，但片刻之后，他就发现路边寻找肇事司机告示上的受害者就是刚刚的红衣女孩。为了证明这件事的真实性，他还拿出了当初匿名举报公交车司机的报纸，上面虽然详细记录了整件事的经过，但却没有刊登举报人的姓名。所以我无法排除任小妍是不是先看了报纸，然后再编出的故事。徐医生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看到什么不重要，问题是我为什么会看到他们。任小妍说的没错，真的也好，假的也罢，我最终都要搞清楚他为什么要编造自己有阴阳眼的故事。根据资料显示，任小妍4岁就被父母遗弃，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所游乐园里，父母给他留下一封诀别信便离开了。后来他被带去了孤儿院，而满天的红花和柳絮就是他对那件事最深刻的记忆。再后来，他从那封信里得知，他的父母因为欠了很多钱无力偿还，所以才选择自杀。但收养任小妍的孤儿院在北方，似乎并不会种植什么会开红花的树。于是我趁着上卫生间的机会，打电话给朋友询问什么红色的花会在春季漫天飞舞。我觉得你说的有点像木棉。
如此说来，任小妍的记忆8成是有问题。可没等我挂断电话，洗手池的水就溢了一地。我略带惊慌地关闭了水阀，然后快步回到治疗室，准备用催眠的方式帮任小妍找到缺失的记忆。我会数3下，1、2。我已经被催眠了吗3。恍惚间，任小妍便进入了我设计好的梦境。空荡的街道尽头有一扇门，打开它，任小妍就能记起她丢失的记忆。然而不知为何，就在她准备开门的一瞬间，任小妍的意识似乎受到了干扰。不论我如何询问，她始终都会说是水，到处都是水，并且还苦苦央求2个人不要再找她。意识到不对的我，立马出言提醒，说她的背后还有一扇门，打开以后就能从梦中苏醒。可任小妍却问我是502吗？502？听我的声音，数3下你就回来。3、2。一片好大的水池，一片水池，有一座桥。一座桥。我疑惑地将线索写在本子上，谁知一抬头才发现我竟然被反催眠了。转身的瞬间，我看到任小妍急速向我走来，并一把将我推进了河里。窒息和恐惧使我拼命想要求生，然而越挣扎我就沉得越快，并且脑海中还不停地出现一些奇怪的画面。片刻之后，我穿越河底，从治疗的椅子上醒了过来。徐医生能在工作的时候睡着，真是够专业。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没有啊。就在我快要发飙的时候，我收到了朋友传来的任小妍幼年资料。我现在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，你是被任建国夫妇所遗弃的。其实任小妍一出生就被遗弃了，在南方的孤儿院生活了2年，后被任建国收养，带到了北方。因为任建国夫妇怀上了孩子，导致4岁的任小妍再次被遗弃，而他记忆中的游乐园就是任建国夫妇遗弃他的地方。至于那封破产自杀的遗言，是任建国夫妇为了摆脱遗弃罪而编造的。这次任小妍被送进了一所北方的孤儿院，2次被遗弃的经历让她的记忆产生了重叠，所以才会出现南方的木棉花和北方的柳絮同时满天飞的场景。至于所谓的阴阳眼，不过是她童年阴影导致的错觉。虽然一切都已真相大白，但任小妍依旧不肯相信，为此我们还争吵了起来。我不想跟你争辩，那么你的未婚夫是怎么回事？听到未婚夫3个字，任小妍先是一惊，然后右手迅速离开左手。没错，其实我早就观察到任小妍的中指之前是带有戒指的，但她的资料以及整个谈话过程却始终没有提及，所以我判断她和她的未婚夫一定有事。任小妍见我不停地追问，于是她二话不说，拿包就要离开。结果不出3秒，整栋大楼都停电了，而从不吸烟的我却在这时点了一根香烟，随着烟头在黑暗中闪烁3次，任小妍再度被我催眠。从相识到相知再到订婚，似乎所有片段都没有问题，但唯独缺少未婚夫车祸身亡的记忆。于是我引导任小妍，想让她亲口说出未婚夫的死亡原因。我为什么会死？你为什么要杀了我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就在任小妍心理防线即将崩溃之际，一个黑衣人突然从背后捂住了她的嘴，并将她拉出了梦境。醒来后的任小妍还是不想提及未婚夫，而我却突然明白她为什么会说自己有阴阳眼。就算你知道能看见鬼是一种病，你也不希望这种病被治好，对不对？如此这般，任小妍就可以通过所谓的阴阳眼再次见到未婚夫，一切终于水落石出。就在我庆幸我找到了任小妍的病根时，她却再次反问我，为什么从我进房间到现在，在你身后一直跟着2个人？他们一男一女，女的头发披肩，瓜子脸，男的短发单眼皮，感觉不太爱说话。你认识他们吗？我一听这话，当时就操了，尼玛，都真相大白了，咋还在跟我故弄玄虚？我气愤地开始收拾东西，准备下班。谁知任小妍却一直说个没完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在意的不是我能不能看到他们，我在意的是他们找我到底要干什么。他们还说你怕水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怕水，也不想知道他怎么知道我怕水。够了！你是不是不相信我，船长？其实之前的所有事我都不惊讶，但唯独船长这2个字让我心头猛然一颤，因为这个称呼只有我和我的亡妻高小琴知道。任小妍越来越疯狂，她甚至直接撸起我的袖子，对我手臂上的伤疤指指点点。我愤怒地想要离开，结果却被她一把推倒在座椅上。恍惚间，我仿佛又被她给催眠了。你仔细想一想我说过的故事：车祸、司机、死者医院、水、
任小妍梅开二度，再度将我推入水中，但这次与上一次不同，我似乎想起了很多被尘封的往事。8年前的502酒吧，我和妻子高小琴一起给好朋友骆宇松庆生。把酒言欢之后，我醉醺醺的开车，打算先送好兄弟回家。结果在路过一座大桥时，因为没注意施工占道，导致车辆失控跌落桥下，猛烈的撞击让妻子失去了意识。作为3个人中唯一清醒的人，我本想先救人，结果因为进水速度太快，导致我不得不选择破窗逃生。虽然车辆很快被捞起，但高小琴和骆宇松还是离世了。你能不能告诉他，我爱他，我一直爱他。他都听到了。当你醒来的时候，你会想起所有的事情，放下所有的担子。3、2。顾姐，直到此刻我才明白，原来一直在接受心理治疗的根本就不是任小妍，而是我。由于那件事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，我曾一度想要自杀或者自残，但都因为家人的阻拦没有成功。后来我用催眠使自己忘记那段记忆，这才逐渐回归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。而我的恩师方教授知道这一切都是假象，因为病根不除，心结不开，将来一定会有复发的一天。于是他找到他的得意门生，也就是我的同班同学顾杰，想让他通过清醒催眠的方式治疗我。所以这场预谋已久的心理治疗，其实从秘书来给我送病历时就开始了。为了让我忘记顾杰的身份，他们先是给咖啡里下药，然后再利用门口的时钟对我进行催眠。初次见面，我是任小妍。方教授知道我不好对付，于是又真假参半的给顾杰编造了资料。而后为了预防被我反催眠说出实情，顾杰不仅一直手握牙签，方教授更是提前给他预设了触发装置，一旦顾杰失去防御意识，那么他就会被立即阻止。现在请你仔细的想一下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至于水桥、502这些信息，都是当年那件事的主要场景，目的就是使我逐渐恢复记忆，解开心结。或许是刚刚互相催眠的缘故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我已经放下过往，彻底痊愈时，顾杰8年前的记忆却不断闪现在我的脑海里。Where do we go from here? This isn't where we intended to be. We had it all. You believed in me. I believed in you. Certainties disappear. 这一切的一切，仿佛让我记起了些什么东西。4个人的庆生酒局，耐人寻味的英文歌曲，略带抵触的拥抱恋人。难道我记忆中的一切都是假象？如果那晚我喝了酒，为什么没有人劝阻我不要开车？如果我酒驾造成了2人死亡，为什么我没有被拘留接受审判？如果骆玉松真是死于意外，为什么顾杰会在梦境中幻想出骆玉松质问他死亡原因？我为什么会死？你为什么要杀了我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所以真正的真相是顾杰在8年前就对我使用了清醒催眠，让我误以为自己是醉酒驾车，才导致了妻子和好友的意外身亡。而这背后的动机，则是因为他发现了我老婆和骆玉松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